找找程程，马上就到，妈妈在这儿。医生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儿子，他过敏，已经几天都没退了，晚上根本睡不着。还有其他症状吗？比如发烧、呕吐之类的？他不能接触除了我以外的女人，否则就会立马过敏。上次幼儿园老师只是碰了他一下，他就当场起了很多红疹，还一直大喘气。什么？这不是陆氏家族独有的过敏症吗？症状一模一样，连发作反应都分毫不差。难道这孩子是陆家的孩子？而这个女人，她不就是陆慈州找了6年的女人吗？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昭昭的病情太严重了？来，我先做个检查，你别太担心。你先别着急，让他抽个血，根据血检报告再来做判断。医生，您拍照这是？我这个是发给皮肤科的同事，我们一起探讨病情，这样诊断结果更准确。陆少爷，你该不会有个私生子流落在外吧？这孩子的过敏症和你一模一样。我先接个电话。人在哪儿？先别着急，有可能是巧合呢。孩子的母亲是不是带着助听器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回答我，他不会真的是你儿子吧？昭昭，没事的啊，就一点点。等你抽完血，妈妈给你买一个赛车，好不好？宋清野，宋清野，这些年你吃我的喝我的，让你赔个客户怎么了？啊，你装什么清高？姑姑，这些年都是我自己赚钱，房租和伙食费我已经交给你了，求求你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只有这个酒店肯要我，我不能走。像你这种人能找什么工作？你永远不能和平常人一样，你就应该听我的安排。这下老实了吧？你这个死丫头，看我抓到你怎么收拾你！什么味道啊？秦牧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劲。这是你搞的鬼？没有，别冤枉我！你他妈活得不耐烦了！起作用了。秦牧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对我做这种事，无耻！你想什么呢？是你爷爷想要抱孙子，你的女人马上就要到了啊！这是过敏药，一次2粒，如果情况时间过长，可以多吃几粒。滚！好，我滚，我最擅长滚了，你好好享受啊！看来这就是老爷子安排的。不过，怎么穿的是酒店工作人员的衣服？这酒店不简单，任务完成，功成身退喽！先生，你看起来很不舒服，请问需要叫医生吗？这个女人为什么我碰她竟然不过敏？你们安排的人难道都是筛选过的？你叫什么？
什么名字？先生，你搞错了，我就是个服务员。不对，不仅是不过敏，靠近他，药效好像更严重了。先生，我就是进来躲人的，我现在立马就离开，请你放开我。好热，怎么回事？浑身都没力气了，我的声音有些不对劲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要钱，要地位，都可以给你。我竟然真的对他不过敏。这些钱就当昨晚对你的补偿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就值50万，可真廉价呀！刘武昌，昨天晚上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啊？她带着助听器，肯定不是爷爷找的人。去查。不是，陆子舟，你认真的？好啊，陆子舟，6年了，你竟然让他们母子流落在外，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。来人，备车！我现在就要去见我的曾孙。爷爷，你先冷静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6年了，在证据确凿之前，我也不能确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。那你告诉我，这孩子为什么有我们陆家特殊的过敏基因？除了我们陆家，还会有谁有这种一接触女人就过敏的怪癖？等 DNA 检测结果出来，一切自然明了。爷爷，我不会让陆家的血脉在外面受委屈的。还要等？一个可以让你不过敏的女人6年前怀了孩子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陆子舟 ，DNA 检测结果你自己看吧。果然是你亲生儿子。我的曾孙，哪家医院？我要你现在就去把孩子接回来，不能再让他受苦了。顺便说一下，这孩子的过敏比你的更严重，接触异性后反应剧烈，如果拖下去，恐怕会引起器官堵塞、呼吸困难，甚至危及生命。爷爷，我去接他了，您在家等着就成。你要是辜负了他们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陆家请列祖列宗保佑，这是我陆家10代单传，绝不能流落在外，一定要平安归来呀！周周，周周，周周，你在哪儿？好家伙，人呢？这要是把陆家唯一的关锁给弄丢了，陆慈舟不得把我头拧下来当夜虎啊！周周，妈妈，
皮球，昭昭也想要一个。昭昭乖，等妈妈下个月发工资了，给你买，好吗？好。混账东西，你就贷款给女主播打赏50万了，你是要气死我才甘心吧？妈，只要50万，你别气出病来，想想办法不就行了？要是宋清野那个死丫头在，肯定能填上这个窟窿。可惜她6年前一声不吭的跑掉了，哼，真是个白眼狼。宋清野，这些年你吃我的喝我的，让你赔个痛苦怎么了？你装什么清高？你就应该听我的安排，听我的安排。站住！宋清野，你跑不掉的。好久不见，我的好侄女，没想到在这种地方遇见你，还有你这个小野种。你以为你逃跑了就能和我断绝关系？告诉我，你欠我们家的债多着呢。今天先给我拿出50万，否则你和这个小野种就别想走开。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能把孩子养这么大，怎么会没有钱？6年前的那个姘头跟你开了房之后，随手给你了50万。你说没有钱，哼，哭什么穷的？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。再说了，当年你们不是把那50万拿走给表哥提车了吗？现在凭什么再来找我要？这里是医院，你要干什么？50万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今天要是拿不出钱，否则你这一辈子都别再想见到你儿子。昭昭，快跑！你这个小野种，该不会是得了皮肤病吧？真晦气！妈妈，我找人去救你。你儿子和你一样，这一辈子只配当我的提款机。50万，要是少1毛钱，我就拿你儿子去给我儿子抵债。不要啊，姑姑，你放开我儿子，他还小，他经不起折腾。什么？你把他们弄丢了？如果昭昭出了什么事，我要你给他陪葬。下令封锁整个医院，不许任何人进出，派遣我们所有的保镖。有什么消息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妈，听说医院所有出口都被封了，您现在恐怕出不来啊！什么？怎么会被封？妈妈，你流血了，昭昭害怕。昭昭别怕，妈妈不会让他们带走你的，你放开！你们在闹什么？在医院里打人，还欺负孩子，太过分了！好心人，你无所不知啊！我这个侄女整天在外面胡混，不着家也就算了，还一直疯疯癫癫。你看把孩子养成这个样子，你瞅瞅孩子身上的红疹，拿开你的脏手！不是的，我是孩子的母亲，他要抢走我的孩子，你快放手！住口！你也看到他身上的伤，他就是欠钱还不上，被要债人打的。他偷拿了我50万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拿着孩子去换钱，复读还不识字，这个女人简直就是畜生不如！天啊，你就这么当妈的，你也太狠心了吧！孩子这么可怜，不行，你快松开孩子，别让他跟着你受苦。昭昭，妈妈不能走，你们放开他，他不能接触女性。姑姑，我求求你了，昭昭病情突然加重，你让他看看医生好不好？这孩子嘴唇都紫了，情况不对劲，这还是看医生比较好，免得耽误最佳治疗时间。你懂什么？这个欠钱的烂人为了钱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
万一他趁医生不注意把孩子偷走了怎么办？不行，这孩子过敏导致喉头水肿以及二度嘛，呼吸道受阻，再拖下去会窒息的，必须立马抢救。什么喉头水肿？我看就是普通的荨麻疹，你肯定是误诊了。你是想骗我钱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的，昭昭不能接触除了我以外的异性，否则就会全身过敏。他现在这样，都是因为你们碰了他。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病？都说了，他欠一屁股债，还谎话连篇。你再这样拦着，信不信我投诉你？让你现在就卷铺盖走人！可能是我真的误诊了。救救他吧！你不能走。想要救你儿子，就拿出钱来。要是拿不出钱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儿子死在你面前。昭，真吵，哭哭啼啼的，真晦气。住手！真晦气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动手打人，还有命枉法了！是他，6年前酒店里那个男人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和孩子受委屈了。孩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昭昭他快不行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！你就是宋清野6年前的那个姘头吧？怎么，消失了6年，这孩子你没有管过1天，现在出来当好人了？你说带走就带走，休想！一个不负责任的爹，还有一个虐待孩子的妈，我的昭昭太可怜了。今天我作为昭昭的姑奶奶，我必须把孩子给带走，免得孩子死在你们这种畜生的手里。不是这样的，他们这些年一直逼着我要钱，这次还逼我拿出50万，我拿不出来，他们就要抢走昭昭。你给我闭嘴！宋清野，不要以为今天有这个野男人给你撑腰，你就忘记了挨打的滋味。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？给我废了他，让他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昭昭，秦医生，求求你救救他！昭昭是我的唯一，我不能失去他。秦牧，给昭昭的诊疗用最好的设备和药物，一定要保证昭昭平安无事。放心吧，快把担架车推来，送急诊室抢救。想走没门！拿不出50万，你们谁也别想走！滚开！你要是再敢动他一次，我拧断你的脖子！宋清野，我拿不到钱，我就盯着你儿子，让你日日夜夜都不得安宁，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。我躲了你6年，这6年每一天我都不得安生。如果这次昭昭有什么3长2短，我会跟你同归于尽。对不起，原来这6年你和昭昭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是我来晚了。处理掉，别让他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宋清野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这样，他再说任何伤害你的话，你都不会害怕了。有时候听不见，反而是件好事。
是你姑姑啊！看在我是你长辈的份上，你让他们住手吧。以后我再也不敢找你麻烦了。别看了，这种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。我们去看昭昭要紧，她还在等你。昭，青野，青野，你醒醒！陆少，昭昭的过敏症已经稳定住了，喉头水肿也消退了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这位宋小姐，她额头上的伤就是皮外伤，没什么问题，休养2天就好。不过，护士在给她换病号服的时候，发现她的身上有很多新旧交错的伤痕，背上、胳膊上都有，疑似长期受虐所致。陆少，她以前的日子比你想象的还要苦。什么？一定是他姑姑干的，我居然就这样放过他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昭昭怎么样了？我要去找她。哎，青野，昭昭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你放心，我们陆家跟秦家是世交，还有齐木的医术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他不会让昭昭有事的。你啊，安心躺着休息，别乱动啊。青野，这6年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哪怕给我一点消息也好，也不至于我毫无头绪的找了你6年。陆少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和昭昭。昭昭的医药费我会尽快还给你，只是能不能宽限我一点时间？我赚钱不多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还钱？这不是钱的事，这本来就是你跟昭昭应该享受的，以后只会更好。你放心，我会弥补你们母子这6年所受的委屈。陆少，我们还是算清楚一点吧。我不想欠别人什么，更何况我们之间本就只是一场意外。算清楚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这6年，我没有照顾过昭昭一天，也没有保护过你，是我欠你们的，要还，也该是我陆子舟来还，1000倍、100倍的还。陆少，你没必要这样的。6年前的事只是一场意外，我不需要你负责。等昭昭病好了，我会带着昭昭离开，以后我们也别再见面了。你要带我的孩子去哪儿？今天你跟昭昭必须跟我回陆家。他的孩子，果然，他只是在乎昭昭，在乎陆家的血脉。可现在他是首富陆家的掌权人，而我是一个带着孩子的聋子，我真的能融入陆家吗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陆少，昭昭不是你的孩子，你别多想了。你说昭昭她不是我的孩子，那她为什么会遗传了陆家独有的过敏症？这种病只有陆家血脉才会有，还是你想说这是巧合？他和陆家只是碰巧而已，而且我结过婚，他是我跟前夫的孩子。我调查过了，你并没有结婚，这些年都是你一个人独自抚养昭昭，并没有前夫生活的痕迹。宋金野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你宁愿撒谎，也要跟我撇了关系？还是说我做错了什么，所以你不想跟我有任何牵扯？我和普通人不一样，
我耳朵不好，是个聋子，需要戴助听器才能听见声音。你是高高在上的陆家少爷，你就不嫌弃我是个残疾人？傻瓜，我找了你那么久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要的人都是你。跟我回家，我会照顾你跟昭昭，好吗？妈妈，昭昭，妈妈在这儿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这个男人是谁呀？昭昭，我是爸爸。爸爸，是动画片里很爱妈妈的爸爸吗？是很爱昭昭还有妈妈的爸爸。昭昭，我们去新家好不好？新家里面什么玩具都有。真的？妈妈，我们可以跟爸爸去新家吗？宋金言，你不能这么自私。昭昭从小就没有爸爸，她渴望父爱，陆家能给昭昭最好的生活和保护，这是你给不了的。为了昭昭，你应该勇敢一点。妈妈，这里是景区吗？好漂亮啊，比公园还要大。哎呀，哎，我的曾孙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呀！哇，爆裂赛车！哎呀，好曾孙，你想不想玩这个赛车呀？这个赛车可厉害了，能变形还能发光呢。妈妈，去吧。哎呀，我的曾孙力气还真不小呢啊！昭昭，我怎么教你的？不能这么没礼貌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爷爷。哎呀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的好曾孙没多重，摔不疼我。你想跑就跑，想跳就跳，爷爷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昭昭，叫一声太爷爷。太爷爷，我饿。昭昭，秦爷，我早就说过，这里就是你跟昭昭的家，而且你姑妈一家人也不在。老爷子他本来就没个正经，他最不在意这些迂腐礼节。陆慈州，你没听见我曾孙子说他饿了吗？你还杵在那干什么？走，快开饭！我让厨房做了好多小孩子爱吃的东西。知道了，爷爷。昭昭，欢迎回家。来，昭昭，拿上。哎呀，咱们吃饭去喽。原来昭昭本来可以得到这么多爱，这6年是我耽误了昭昭认祖归宗。陆太太，我来帮你。你不用叫我太太。在6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就应该叫你陆太太了。臭小子，要把握住机会！现在民政局有上门服，赶紧把证领了，别委屈了人家。爷爷，你急什么？想什么呢？我和陆慈州只是一场意外，他对我也不过是一时新鲜，就算是领证，也轮不到我这个残疾啊。她既然是我的妻子，我一定给她一个正式的婚礼。好，好，好。我的好侄子，你要多吃点儿，你太瘦了。哎，爷爷，这个肉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好吃你就多吃点儿，以后想吃什么就跟太爷爷说，太爷爷给你做最好的。吃。喂，宋妈妈，我是幼儿园林老师啊。你儿子过敏好几天没来上学了，要是病情好了，就尽快来学校吧。哎，好的，老师。怎么了？昭昭的病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我带她去幼儿园。好，
我陪你一起去。昭昭现在那个幼儿园环境太差，不利于她的病情，我们去给她办转学手续。昭昭还有1个学期就毕业了，转学还要适应新环境，要不等孩子毕业了再去新学校？好，听你的。要出门，该准备的东西不能少。看看喜欢什么，不够我再拿。爷爷，他们才刚来我家，别吓唬他。对，是我的书，先收着，先收着。直接拒绝，会不会驳了老人家面子？我拿这个好了。陆太太还真是慧眼识珠，这个玉佩是我们陆家的传家宝，价值3000万。什么？你啊，应该尽早习惯陆太太这个称呼。爷爷，我们带昭昭上学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刚走我就想得不得了呀。那你先说。昭昭已经去学校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陆子舟，我还是想去工作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想了想，昭昭总是因为我这个聋子母亲而受人欺负，只有我去上班了，让别人看到我的优秀，昭昭就不能轻易被别人看清了。我想做他一直的底气和骄傲。你和昭昭都是我们陆家的珍宝，你的耳朵听不到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那些人刻薄肤浅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。好，那我能去上班吗？好，你想干嘛我都支持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最新款的助听器，带上它，你工作就会方便很多。来，怎么样？安排下去，无论夫人入职哪家公司，都把公司收购下来，不要让他知道。既然现在昭昭已经找到了，但是青年想要做我陆家的孙媳妇儿，还是要通过陆家的考验的。老爷子，您这次来找我是有什么计划吗？秦医生，你就按我说的做。这样，宋小姐，我是陆家的委托律师秦牧。什么？您不是医生吗？什么？您不是医生吗？这个是我的业余兼职，我考了律师资格证。您继续说，我在听。根据陆家的意思，是觉得宋小姐您如果跟陆家少爷没有任何感情基础，我建议你放弃昭昭的抚养权。放弃昭昭的抚养权？你们要抢走我儿子？宋小姐，您别误会，您是昭昭的生母，您当然可以在陆家允许的情况下，定期回来探望。秦医生，知道昭昭有多依赖我吗？她是我身上叼的一块肉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但这是陆爷爷的意思。可她才6岁，她不能没有妈妈。宋小姐，容我提醒你一句，以您目前的经济状况、听力障碍，你甚至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。而陆家拥有顶尖的医疗资源、贵族教育，甚至有望根治昭昭的过敏症。我理解你的不舍，但是做人不要太自私。是陆子舟让你来的吗？宋小姐，我们这边可以给你一笔补偿金，500万。我不会卖儿子的，我要见陆子舟。宋小姐，我是陆家的委托律师，您这边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陆家都可以满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突然要抢走我的儿子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。宋小姐，你别哭，这恶人做起来是真的不好受啊。曾以为是老天眷顾，才能让我遇到陆家这么好的人，原来是我梦醒。好，你们要昭昭可以，但我要你们全部家产来换。好，
你们要昭昭可以，但我要你们全部家产来换。本就是陆老爷子让我来考验宋小姐的，这算考验失败了吗？这宋青野带着昭昭无依无靠，在社会摸爬滚打了6年，没把昭昭教成小混混，足以让我敬佩。现在我本以为500万就能打发这丫头，不仅能够抗住家财诱惑，还能有魄力的反将一军。陆慈州这小子倒是好福气呀，给陆家找了一个好孙媳呀。不过能不能当个称职的陆家主母，还要继续考验。宋小姐，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你明知道陆家不可能拿出全部家产的，你就这么不愿意放弃昭昭的抚养权？没错，宋小姐，我们现在私下，如果闹到法庭上，我这边有一些视频资源，恐怕对你。这是那天医院的视频监控。据我所知，你的姑姑和堂哥是一对利欲熏心、无恶不作的泼皮无赖，甚至那天欺压昭昭的时候，而你都无力阻止。这些证据如果呈现在法庭上，完全有理由证明你是一个连孩子都保护不了的母亲。也就是说，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监护人。秦医生，你知道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拿昭昭逼我出钱，才伤害昭昭的。没错，我知道。但我拿出这些视频证据的时候，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：陆家的法务团队有100种理由让法庭认为我不具备监护人的资格，而且1分钱也不到，你不得不放弃昭昭的抚养权。考虑一下吧，我的委托人只给你3天时间，是要500万，还是1分钱拿不到？对了，我的委托人是陆爷爷，你不要私下联络他，有问题联系我就行，也不要让陆慈州知道。青爷，对不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爷爷，我们这样考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陆慈州要是知道了，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？你懂什么？我陆家能做到江城首富，靠的可不是他这种软弱和无能，不是在逼他成长。他总不能一直等着陆慈州去拯救他和昭昭吧？他要想坐上陆家主母的位置，就必须独当一面，要成为全江城都不可欺的存在，要站得住，立得稳。可他们要真是因为这个分手，我就真的成了罪人了。夫妻都是需要磨合的，青野这孩子有苦总是埋在心里，而陆慈州打小就锦衣玉食，那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他从来也不会站在别人的位置去考虑，不吵架才怪。不行，我反悔了，我不能让他们这样误会下去。你站住！这次考验不仅仅是考验青野，同时也是考验陆慈州。这件事儿，你要是敢给我搅黄了，我就让你爸妈给你安排100次相亲。爷爷，你不能这样，爷爷。秦医生，你进来吧。秦医生，你们会给昭昭最好的医疗、教育资源，对吗？是的。陆家能给昭昭最好的一切，是吗？是。好，我放弃昭昭的抚养权。不用急他，你还有3天考虑时间。与其3天后在法庭上被抢走孩子的抚养权，不如现在主动放手。我相信陆家不会亏待孩子。玩脱了。给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昭昭，别恨妈妈。500万补偿金，我不要。但我只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再让我留陆家3天，我需要把昭昭的生活习惯全部交代给佣人。这哪是放弃抚养权的人该说的话？这分明是一个母亲在用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保护孩子。好，我会转达给爷爷的。秦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秦医生只是回访一下昭昭的病情。对，我这就走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你的同事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，我立刻开除他们。
爷爷要昭昭抚养权的事，我不能告诉他。不要，他们不能被开除，该离开的人是我。青野，该不会是我收购了你入职的公司，所以你生气了？收购公司，我也是想在我能看到的地方照顾好你。陆子舟是一个好父亲，他会照顾好昭昭。我离开，才是对昭昭真的好。陆子舟，我想要的是一份属于我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的朋友、同事，不是你养的金丝雀。我没有把你当金丝雀，青野，你今天怎么了？陆子舟，你真的知道怎么尊重我？小姐，不要心软，既然选择放弃抚养权，就不要再以陆子舟失望的眼神。青野，我不知道收购公司的这件事会让你生气，要不你就离职吧，以后你就在家里照顾昭昭，当个全职太太。陆子舟，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，竟然一直迁就着我。陆子舟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想先休息了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青野为什么会这么伤心？去查查秦牧。啊，查秦牧？陆少，您觉得秦医生挖你墙角？不会吧？你们秦家和陆家可是世交，这要是查起来师兄弟抢同一个女人，那可太精彩了。别废话，查。青野，你站住！你有事吗？昨天的事儿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没有生气。如果没有生气，那就吻我，吻我。3天你就要离开了，你不能再沦陷了。我真的没生气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你看，你明明就是在躲我。对不起，青野，我不该强迫你。不是你的问题。那是谁？是秦牧。秦牧昨天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不是他，你别乱猜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？陆子舟，你知道吗？你太刺眼了，你的学历、样貌、家世，每一样都让我无地自容，让我无地自容。我只会被嘲笑是一个不健全的聋子，我们之间隔着太遥远的距离，所以什么？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需要保持距离，所以还是少见面吧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，对不对？陆子舟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你撒谎！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。一定是秦牧。秦牧，给我滚过来！喂，陆爷爷，陆子舟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快想想办法！不急，这场戏还没有结束，你就让他继续这么误会下去。喂，陆爷爷，陆子舟，你找我？你自己说，那天跟青野说了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来回访昭昭的病情。那我们明明好好的，为什么见了你一面之后，他就对我变了一副态度，还说要跟我保持距离？他竟然误会我和青野！子舟，你可千万……你想干什么？我们两家可是世交啊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可别动粗啊！那他为什么没有对你怯懦？子舟，你脾气可真大。如果让我知道你对我的
的人有非分之想，我让你后悔接近我的人。陆慈舟，你一向高高在上惯了，每天见你的人，要么就是捧着你、哄着你，怎么碰到宋青野这种对你爱答不理的，你就破防了？再给我说一遍！我猜青野不只说了保持距离吧，他还把你甩了。闭嘴！你也配唤他青野？陆大少，他为什么对你怯懦？因为你每次的靠近，都像是高高在上的施舍。你对他哪有什么情侣之间的平等？别误会，我和他清清白白。你知道，青野从小吃了那么多苦，又有听力障碍，你又是生在云端上的人，他对你感觉到怯懦，这很正常。你和青野只不过是因为6年前的那场意外才有了交集。6年前，若不是爷爷设计让你中药，青野又恰巧走到了你的房间，你根本不会多看他一眼，恐怕眼皮都舍不得抬一下吧。你要想清楚，你对他的喜欢是对昭昭的爱屋及乌，还是真的想和他过一辈子？慈舟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你这个人责任感太强，你觉得这6年亏欠他们母子太多，你就拼命补偿。可感情不是靠补偿就可以算数的。我对他，你敢说他没有替你生下昭昭，你会找他6年吗？你看，你自己都回答不上。慈舟，你放手吧，让他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。你凭什么说我对他不是真心的呢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喜欢他什么？说不出来了吧？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想清楚。我只是配合老爷子考验你们，你们可一定要认清楚自己的心啊！滚！陆慈舟，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？我看你喝多了，就来看一下你。你不是说要跟我保持距离的吗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昭昭的爸爸，我不想昭昭的爸爸因为喝酒出现什么问题。你要想清楚，你对他的喜欢是对昭昭的爱屋及乌，还是真的想和他过一辈子？青野，你走吧。你让我走？你说我太刺眼，让你无地自容。既然你在我身边这么不舒服，那你走吧。这些话都是为了摆脱陆子舟才说，可我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？慈舟，我说这些话不是为了伤害你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，这些话趁现在说明白，对我们都好。不用再说了，走。还没有到第3天，算了，多1天又能如何？我确实该走。别走，别走，宋青野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说我们没有感情基础，那我找了你整整6年，这又算什么？慈舟，你放开我！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没有1秒钟的心动？你说话！你让我说什么呢？喜欢你，你呢？究竟是因为昭昭才顺带对我好，还是说随手从外面带进家里的一件白件？明明不给我真心，要我真的问，我又害怕听到答案。我说白了，如果没有昭昭，我只不过是你世界里可有可无的存在。没有这种可能。陆慈舟，我不过是一个耳聋的女人，你很快就可以忘了我，让我走吧。我喜欢你，
我喜欢你。我陆慈州有多少选择，外面有多少女人，为什么非要在你身上浪费这么多时间？当然不只是因为昭昭，是我心甘情愿，是我想照顾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这6年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段画面。你出现在我面前，第一反应不是逃跑，而是问我需不需要叫医生。我终于懂了，我想要的不只是昭昭，更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千羽，我现在认清自己的心，我喜欢你，是因为你是你，是那个明明自己都害怕的要命，却还拼命护着昭昭的你，是那个被姑姑欺负却依然坚韧的你，是那个可以做陆太太享福却还要给昭昭做榜样出去工作的你。这样的你，我怎么可能是一时兴起？既然心疼了以后说谎话，才能变得那么虚假。交错的时间一年更长，对抗有其实的代价。恭喜你们通过了陆爷爷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不容易呀，不容易呀！爷爷，你们这是搞什么？其实啊，陆爷爷早就看出来你们是在意彼此的。青野，之前我带着伪造的放弃抚养权协议书，刻意强调你必须放弃抚养权，离开陆家，才给他最好的治疗。这些都是逼你做出反抗，考验你的魄力，也是在逼陆慈州正视自己的感情。这场考验我很满意。爷爷，谢谢，我们认清了对彼此的心，从今以后彼此都不会分开了。好啊，好孩子。我还是想回去上班，这次你可不能拦我了。当然，我会支持你的。只不过呢，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。什么愿望？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有你在旁边。这个愿望我也有。哼，今年生日想要什么礼物？哎呀，你都买空好几条街了，今年就简单过呗。简单过？那是多简单啊！一束花，一张贺卡，还是说一个吻？陆先生，我在工作。哦，你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？小别胜新婚，又要离开我了？起开，待会儿我有个视频会议。视频会议啊？男的女的啊？他知不知道你已婚已育啊？知道你有老公吗？你再闹，我真的走了啊！我吃醋了。让张特给你包盘饺子。上周我就跟一个司机多说2句话，你就把他调到偏远地区，至于吗？那等会儿开视频会议的时候，你就做自我介绍，就说你是陆慈州的妻子。我不。那不让你开了。别闹，这是年度报告会议，很重要的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周周，爸爸要玩妈妈的电脑，快帮我拦住妈妈。除非你按我说的做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行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陆慈州的太太宋金野。我是陆慈州的儿子周周。我是宋金野的丈夫陆慈州。哎，别闹！你们2个找我打！周周，好，以后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这样说。